我弄好了。酒酿好了。嗯？酒酿好了？哪有那么快？孙大夫说，至少半月。到时候好了，请你喝。好啊。真是棵好桃树。能结桃子的树就是好桃树吗？能结桃子，能酿酒，还能卖钱，多好啊！啊，我忘了留几个桃子了。无妨，等再过几日，桃子就又熟了，我们晚些日子吃就是了。也是，那就过几日再吃。桃子这么多，吃不完啊。孙大夫，您真是医德高尚。请啊，慢走啊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孙大夫。哦，阿莫来了，快里边请。怎么样，药吃完了？孙大夫，这是家里的树结的桃子，我进城买东西，给你送过来。嚯，好漂亮的桃子，阿莫很能干呀！啊，快快快，坐坐坐。都是自己长的，家里还有很多，我就怕浪费了。啊，其实啊，这个仙桃啊，不仅可以直接吃，还可以酿酒。哎，这样的话，保存的时间就很长了。真的吗？是，我等会儿给你写一个酿酒的方子。谢谢，孙大夫。等酿了酒，我给你带一些。多谢，可惜我没有这个口福了。我早年因为肠药伤了舌头，失去味觉10几年了，现在我吃什么都没有味道，酒就更不能喝了。不能治吗？这个呀，就如同你的耳疾，你那位公子的眼伤一样，50受损，很难康复。我失去味觉10几年，除非是大罗金仙降凡，否则我恐怕今生今世都尝不到这仙桃的味道了。很脆，很嫩，香，你先坐会儿啊。赶集呢，哈哈。
孙大夫，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多买点菜啊？有。孙大夫，哟，这都吃了多少天了，你还吃呢？还没够啊？我味觉失灵10几年了，好不容易恢复了，还不让我多吃点啊？哎呦，师傅，您老都吃了10多盘了，您中午还吃饭吗？多嘴，快去，再给师傅弄一盘，要冒尖的啊！哦，孙大夫，之前你不是让我找一个本分人家的小工吗？我给你找着了。哦，等等啊。哎，来，阿莫姑娘，来，哎呀，孙大夫，好，你们俩原来认识啊？我为他的朋友治过眼睛。哦，你要找活干吗？那不正好吗？那以后阿莫姑娘就留在我们这儿帮忙了，你可别少给人工钱呐。正好，关大娘十分忙碌，多一个帮手也挺好的。谢谢孙大夫，谢谢关大娘。别客气，这下好了，你的舌头好了，什么味儿都尝出来了。今儿啊，我就掂几个好菜，咱们喝喝啊！来，进来。啊，快，里边请，走。修大哥，桃子酒，尝尝。你不喝吗？我喝不了，一滴就醉了。我闻闻味道就好。好香啊！阿莫，我有许多事情都没告诉过你。今天心情不错，还有酒，有菜，你想不想听听？好啊。我不是这里的人，我的家乡在很遥远的地方，我是山林族人。阿莫，我的家乡很美，有四季不败的花，有清澈见底的湖。那里的树高耸入云，鸟雀无数。清早起来，推开窗子，到处都是袅袅升起的青烟薄雾。那里的人生活很安逸，虽与外界不通，倒也自得其乐。真的好美啊！那修大哥，你在家乡是做什么的？因为你看着还挺有学问的。学问不敢，我是做官的。你年纪轻轻这么厉害，那你们山林族风土人情是怎样的？有没有有趣的？有啊，我们那里每年2月的第7天，是男子向女子表白求亲的日子；每年7月的第2天，是女子向男子表白求亲的日子。这么大胆？在我的家乡，男人和女人都有追逐爱情的权利。怎么追逐啊？2月7，若有男子恋慕上女子，便会赠上一片竹叶。7月2，若有女子恋慕上男子，便会赠一片桑叶，以此寄情。这样啊。阿莫，我住的地方便有一片竹林。来年2月，你愿意随我去看看吗？
阿莫，你怎么不回答我呀？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修大哥，没事。眼睛疼吗？眼睛。啊！修大哥。修大哥，是他。怎么会是他？他不是在紫云台上被战神亲手杀了？他没有法力，只是一个凡人，或许只是长得相像呢。不对，他能拔出我体内的白骨钉，是凤凰一族的血脉无疑，就是他，没有错。他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以前的事，他似乎都不记得了。树荫上心头，泪清风上后，三言两语将时光倒流，一瞬间看透。宋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阿莫，你再叫我一声。阿莫，阿莫，宋公子，我能听到了。我刚刚在做饭，我也不知道怎么
回事，我就能听到了。好。宋公子。修大哥，修大哥，我能听见了。大夫说我这是天生的，治不好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就听见了。太好了，那是因为你善良，老天爷疼你，真替你开心。我也替你感到特别开心。你们饿不饿？一起吃饭吧。好啊，一起吃吧。天色不早了，吃完了，好送这位公子赶路。我不赶路。阿莫，你没有跟他介绍一下我吗？啊？哦，修大哥，这位是我爹爹朋友的儿子宋公子，他书念得很好，武艺也很好。是吗？嗯，那真是了不起啊。没了。我们以前认识的。以前？还定过亲。啊。还未请教，你是？在下姓修，不如宋公子来的好福气。我和阿莫认识的晚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彼此相互扶持着，在一起过日子而已。我饿，我去端饭菜。我帮你。我帮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宋公子，别拘谨。你在人家家倒随意的很啊。是吗？可是阿莫喜欢这样，自然随意点，两个人相处也轻松些。你们多吃点，今天的排骨我觉得做的还不错，尝一尝。小白，吃，很香的。这小白还真有意思啊！你来这许久，都跟你不亲热，这宋公子一来，他就盯着错不开眼了。或许小白更聪慧，能辨善恶忠奸吧。不好说，也许是臭味相投呢。你们还真风趣啊！修公子是做什么的？商人。商人，看起来不像。宋公子的言谈举止也不像是个读书人。那你觉得我像是做什么的？宋公子步伐稳健，身材强壮，体魄不凡，声如洪钟，双目有神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寻常人，倒像是和我们镇上那个孔武有力的屠夫杀猪，慢慢吃，有些神似。
修公子身上也没有一般商人的市侩之气。你相貌堂堂，口齿伶俐，气质飘逸，不落凡俗，怎么看都有几分坑蒙拐骗、江湖骗子的神韵呢？宋公子的口才真好，不愧是名门出身。既然考取了功名，何不更进一步？何必千里迢迢来此，蹉跎时光？天道往复，世事无常，为人一世，当珍惜命数。你大好年纪，应有更光明的前程。此时此地与你不合，你这个不合时宜的人，不是该早早退避吗？我吃饱了，你们慢用。我想你根本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何人，居然敢如此狂妄。你又知道你面对的是何人吗？会知道的，慢用。这2天天凉，盖厚被子吧。枕头我也晒过了，蓬松软和。你要是还缺什么，就告诉我。怎么了，宋公子？什么都不缺，我只是想知道。想知道什么？住在对面那个男人是什么人？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会和你住在一起？你不记得我们是定过亲的吗？我已经离开家了，我们的婚约不算数了。你跟娘家如何？跟我们的婚约有什么关系？可是，我这次是为你而来。宋公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来做什么？夜深了，给你送支烛台。阿莫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。好。阿莫。好好歇息。阿莫，你怕宋公子吗？我知道他以前是你的未婚夫婿。你相信我，只要你不愿意，没有人可以带你走。宋公子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小白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今天没有心情陪你玩，也没有心情陪你睡觉。你自己出去睡好不好？
乖。去吧。早。早。我去淘米煮粥。我来帮你。给我。阿木，我来吧。对不起，要不你去换件衣裳吧，别染风寒了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去换件衣裳。小伎俩，我来帮你吧。来。看到我很惊讶。我只是觉得宋公子跟之前不一样了。是吗？我也觉得你跟从前也不大一样了。从前，你这刀不快了。这样一点点来，自然为难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；刀若不快，就用力一点。葱和葱应该放在一起，青椒和青椒应该放在一块儿。做人做事都应当这样，泾渭分明。修大哥，只是我的朋友。
宋公子才华出众，家世显赫，又有功名在身，而我并非林家亲生女儿，只是一个养女。以前还是聋哑之人，我实在不知宋公子千里迢迢来到此处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是跟你说过，我是为你而来吗？当初我为何离家，想必事后你都清楚了。因我之故，还险些害得家人受难。如今我来到这里，只是想过清静的日子。我的用心，终有一日你会明白的。粥滚了，我去盛粥。你是何人？你又是何人？我是林默的未婚夫婿。我是林默的有缘人。小小麻雀精，也敢在这撒野？你是哪里来的山精野怪，也敢在本座面前逞凶？菜来了，菜来了。啊，还有馒头，我去拿。你走吧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还是你走，修行不易，我不会与你为难。我修习几万年，从没见过像你这般胆大包天之辈。比年纪大吗？哼，你赢了。你是想激怒我？我没找你麻烦，已然是很客气了。吃饭了。你们刚刚在聊什么？我们在聊你做的菜，好香啊！那吃饭吧，吃饭。请。请。请。阿莫，我送你去上宫。不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也好，我留在家里，和宋公子亲近亲近。哎，还是你送我去吧。那咱们走。嗯。阿莫，那位宋公子
之前真的和你有过婚约吗？嗯。那我在这儿，他一定非常不高兴。过些日子，我搬走吧。可是，你的眼疾还没好，孙大夫对我说，你还得继续吃药。我爱他，你不用担心。这么多年，多少事都过来了。如果将来时运不济，眼睛又看不到的话，到那会儿再说吧。我不想给你添麻烦。还是别急着搬吧。你有亲人可以投奔吗？阿莫，修大哥，这雨怎么？下雨了，阿莫，我送你一程吧。宋公子，修公子，身上都淋湿了，先回吧。你去换件衣裳吧。没关系，别受寒了。小伎俩。我到了。阿莫，你来啦。关大娘，这位是？这是宋公子，这是关大娘，平时对我很照顾。那我晚一点来接你下宫。阿莫，来。未婚夫婿，你不没家吗？谁给你定的亲呐？我有家，不过是离家了而已。不是，你把我搞糊涂了。你不是孤儿吗？那你为什么要离家呀？他不愿说就算了。哎，阿莫啊，你说你的未婚夫婿要来，你家里那个修公子怎么办呢？他走了吗？没有。啊，阿莫，我刚才说话你听见了吗？我听见了，我忘了跟你们说了，我能听见了。真听见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昨天突然就听见了。哎呀，孙大夫，我还想问你，这是什么缘故啊？哎呀，不管什么缘故，只要好了就行啊！哎呀，上天保佑，上天保佑！老夫的医术这么高明吗？把他治好了？你什么时候给他治过呀？我没给他治过病啊，他怎么就会好了呢？真是太好了！依我看呐，肯定是阿莫心眼好，感动了哪位过路神仙。他娘胎里带的病，也只有神仙才能治好啊，是吧？我和阿莫早已两情相悦，阁下又何必突然出现，横插一脚呢？此话应该由我来说。我与他早有婚约。婚约？什么婚约？骗骗阿莫也就罢了，我怕那位宋医官倒是没有福气做阁下的父亲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便应该早点回到林间。修炼化形一场不易，何必执着尘世浮华？话都挑明了，那就各凭本事吧。我的天哪！啊，师傅这回遇到神仙了！
去拜神仙。你怎么知道是俩神仙？万一是俩妖怪呢？妖怪被时也认了。神仙！哎呀！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！凡人。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！仙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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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昆吾，好吃吗？嗯。宋公子，天气真好，宋公子心情不错。本应该去接你下宫的，有事耽搁了，抱歉。不用的。这是什么？糖人儿。好吃吗？我没吃过，让我尝尝。这手工挺粗糙的，长得又那么丑，莫非是好味道？哎，可惜了，明日再给你买一个吧。阿莫，回家吧。聪慧。这房子怎么了？也许是年久失修吧，没关系，明天我把它修好。怎么会年久失修呢？这房子明明看起来很结实的呀。我也会修。我说我也会修。那就辛苦你们了。小白，你饿不饿呀？你陪我出去走走吧。开门见山吧。开门见山，不是应该自报家门的吗？你是天族人，你是山林族人。阿莫的身份，你知道吗？雀鸟休息不易，能有这般造化，想必你出身不凡。我和阿莫相识实属偶然，你却不同，你的出现一定有缘由。你是山林族人，山林族出了那么大的事，你却有闲情逸致在这谈情说爱，
莫非是孤家寡人，没有族人？你和阿莫早就相识，不是桃林中人，便是天宫中人。你藤蔓法术不错，看似眼熟。桃林中和他相关的男子无非就那几个，没人有你这么强的法力。能与我过手，已然是半步上神。山林族中能有这身手的，没几个。能在那种情况下保住他的，也不会有第二人选了。锦绣国师，九尘战神。宋公子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哦，哦，是什么意思？不回去就不回去吧。真的，你不会为难我？我为何要为难你？那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宋公子是明事理的人。你出身好，有功名在身，学识渊博，前途远大，是有大造化的人，定不会与我在这里蹉跎时光。那宋公子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明天吗？谁跟你说我要走的？你不走，既然你不愿意回去，我就留在这陪你。陪我？为什么要陪我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只要有人用心，循着蛛丝马迹就能找到你的下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不是安全的了，所以我要留在这边保护你。保护我？谁会害我？这个你不用知道，我有我的原因，以后你就会明白。世道险恶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此。可是我不是一个人。那我更不放心。宋公子，你别误会，修大哥他是修大哥，我只是宋公子。我在问你话呢。打雷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修大哥，下雨了，你站这儿做什么？下雨了吗？你瞧，一道美丽的彩虹。怎么突然晴了？宋公子，海景如何？不错，夕阳无限好。阿莫，你衣服湿了，去换一下吧。小白，我们去煮茶。法力不弱，这么快就破了本尊的禁制。战神的腿脚也挺利索，赶在下大雨之前就回来了。阿莫在这里，天族中人知道吗？还是救下他，只是你一人所为？你想如何？我不想如何。无论怎样，阿莫能有今天，都要感谢你。以前的事情我不管，以后的事情我自有担待。你担待？我担待。你确定要与本尊相争吗？我忘了，你是私战之神，最喜争斗。那就各凭本事吧。一言为定。
不是说要修屋顶吗？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你们谁先上去？宋公子，我这大病初愈，这个事情还得你来。你真的会吗？辛苦，先帮我拿着。小心！你们宋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慢点，慢点。等，你怎么下来了啊？我笨手笨脚，修公子，还是你来吧。我来啊！哎，我不行，我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。我要是上去了，估计摔得比你还惨，还得你来。我觉得你眼睛挺好的啊，看彩虹都看得挺清楚。哎呀，我这个眼睛的情况我自己最知道，这时好时坏。阿莫，你小心点。你们身娇肉贵的，还是我来吧。你眼睛不好，还是我来吧。为了阿莫的安全，还得我来。阿莫，关大娘，你怎么来了？阿莫呢？他在哪儿啊？大娘，我在这儿呢。呀，乞丐，你怎么能上房顶呢？是他们俩让你上去的。我在修屋顶呢。阿莫，小心啊！这么危险的事，应该让他俩上去干。没事儿，是我自己要做的。哎呦，我真是见识了啊！俩大男人在这站着，他是脚不行还是手不行啊？气死我了！你们赶紧上去扶他。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们愣着干嘛？上去扶他呀！我来。小心阿莫，慢点儿，慢点。来，过来，去。大娘，哎，你们俩上那边待着去。来，大娘，怎么了？坐，慢点儿。哎呀，去。哎，你跟我说说，这姓修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什么人啊？哎呀，他从哪儿来？有无婚配？有无田产呢？这铺子田产都很重要。你小声一点。哎呀，我问人家这些做什么呀？你看你傻吧，你就是个大傻妞，你吃喝住行都得用银子。哦，你不问，那以后你下半辈子怎么过呀？可是我真不知道啊。那位修大哥，我之前又不认识他，我是见他眼睛瞎了，便收留了他，彼此互相有个照应。那后来呢？大娘，你就别问我这些了，好不好？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哎呀，我不渴，我不喝水，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了。我不问那个姓修的了。那个新冒出来的宋公子又是什么人？我之前跟你说过，他是我爹爹朋友的儿子，我们有过婚约的。有什么？大娘，我去给你洗个果子啊。哎呀，我不吃果子，你想愁死我呀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大娘，我自己有一双手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什么？你要一个人？你真是气死我！你怎么能一个人呢？哎呀，我改天再跟你说啊。哎呦，你瞪着我干什么呀？净养些没用的东西。你们俩就别杵着了，气死我了！你们俩就是一摆设。今日，阿莫领了工钱，
特意买了酒肉，就当为二位饯行了。阿莫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二位公子在这里也住了一段时日了。宋公子，你是一个有功名在身的人，家人都对你寄望颇高，早年便送你去了京城，希望能得个一官半职，继承家业，光宗耀祖。如今眼看科举也越来越近了，镇上的许多举子们都已经进了京，你却还在此处逗留。宋伯伯、宋伯母若知晓，定会伤心的。修大哥，你当初是受了伤才到了这里，如今伤势大好，眼睛也好了。你当初说过，只是暂住，不是久留。你在家中有田有产，又是官绅，就算没有家人担忧，离开这么久也是不妥的。阿莫，二位公子，阿莫蒲柳之姿，无才无德，实在担不起二位的厚待。这几日的照顾，多谢了。阿莫以茶代酒，祝愿你们一路顺风，前程似锦。咱们两个就这样被打发了。是你被打发了。还装。太过分了！灵犀这小丫头，她才下凡几天啊，胆子大到没边儿了。我师兄冒着天大的干系，冒着天大的危险把她给救下来，又劳心劳力的给她找好了住所，还不顾身份的贴身去保护，她竟然把我师兄给赶出来了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哎，光赶出来还不算啊，她竟然敢移情别恋，她喜欢上别人了。你说他是不是？他是不是狼心狗肺？气死我了！话也不能这么说，神尊不是说了吗？那个人也被赶出来了。灵犀心性单纯，对神尊又是一往情深，不会轻易改弦易张变了心意的。只是小仙有些好奇，这敢同神尊抢人，不知对方是何方神圣啊？我远远看见一个背影，可以说是三短五粗，獐头鼠目，很是猥琐。如何与我师兄相提并论呢？那是自然。神尊品貌非凡，风姿高雅，6界之中无人能敌，岂是一般凡人能与其相比的呢？司命，最近功法修习如何？神尊就别拿小仙开玩笑了。小仙自从飞升天宫以后，这功法修习一直停滞不前，就连天君都放弃小仙了。你就是这样不思进取，才会止步上仙。这几万年来毫无进展，天君不理你，你就当是美事。哦，没有。还有你，本尊怎么吩咐你的？要你收敛心神，潜心修习。你5万年前就已经迈进上神之境，至今都是境界不稳，道心不坚。之前与仲浩等人较量，才会屡屡落入下风。是，师兄教训的是。每次说你，都只会答应，有实际行动过吗？神族寿岁漫长，
是被你们这样拿来浪费消耗的吗？师兄，我也想好好休息啊，但是我真不行。你看，师兄你法力高深，不会被情所扰，我就做不到这一点。自从天君给我赐婚之后，青瑶就不理我了。哎，上神，你不是自称自己是情场浪子，没有什么取悦不了的女仙吗？怎么这次束手无策呢？也不能说是束手无策。你看我师兄，万军之中厮杀出来之人，他自然明白一个道理：想要打胜仗啊，他不仅是靠勇武就行了。所谓料敌于先，谋算于前，巨细详察，蓄力击势。情场如战场啊，道理方法都是一样的。这个灵犀呢，他做了凡人之后，因为先天有缺陷，导致他自卑，所以在感情方面啊，他可能就是很害怕、很胆小，他害怕去接触一段新的感情。就比如说，在打仗的时候，你遇到一股人少兵弱的小股兵马，你进攻，他便防守；你攻得猛了，他就跑了，这是一个道理，啊。说的有道理，那该如何？他虽弱小，但却善良，更爱帮助比他还要弱小的人。这样的女子想要接近他，还不容易吗？弱小，弱小。谈情说爱啊，不能坐而论道，更不能够每天绷着脸，是吧？我是打个比方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能屈能伸。如果你每天什么都不说的话，那什么姻缘都跑了。总之8个字：胆大心细，嘴甜皮厚，自然能够无往而不利。宋公子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家了吧？他为人方正，倒不像修大哥这样赖皮。宋公子，阿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你。宋公子，我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我是不会回去与你成亲的。以你的相貌人品，不愁找不到妻子的。可我要你做我的妻子。宋伯伯、宋伯母只有你一个儿子，你身为人子，不在他们身边尽孝，却要在此地盘桓，合适吗？阿莫，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怎么选择，是你自己的事。宋公子，告辞了。
怎么这么傻？这么大雨还站在这儿，还笑？你看，连天都帮你。进屋吧。你喝点儿姜汤吧，淋了雨，别染了风寒。多谢。你头发还湿着呢。你帮我擦吧。我？麻烦了。那你转过去。默默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不许再赶我走，听见没有？夜深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落花一色，惆怅两处隔。你送我月色，却无从勾勒。痛马倾盆而下，让月化作浪花去拍打。不敢沉默，你嘶声切过，漂泊。